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2月14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月1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94.41，收盘价是194.64，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96.30。最低价是到达了187.61，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9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723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84 倍，量缩。KD 值开口增大，双线是下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下行的走势，或者说股价在下行的走势中。MACD 开口变小，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那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多头的趋势中出现了回档。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2月1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蜻蜓线。蜻蜓线呢，在相对低的位置通常是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那么我们会看到这样的蜻蜓线，它所处的位置是股价在多头上涨后出现回档中，那它是出现在相对低的位置。那在次日，如果说收盘价能够站上这根蜻蜓线的最高，那么将会确认这个止跌信号 K 线，也就是确认这个止跌的信号。对，那如果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这个蜻蜓线的最低呢，那我们说这个止跌的信号 K 线将会被瓦解。那么目前我们从现在的 K 线图上解读说如果日后股价能够是高开高走，然后呢站上蜻蜓线的最高，并且如果还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那么我们说股价将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好，以上是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2月1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止跌横盘，收盘价会在194附近。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给出了2个方向，一个是横盘向上，收盘价会在200附近；另一个方向是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187。实际在2月13日收盘价是在194.64，出现了止跌横盘。那我们预测的收盘价的点位与实际发生的收盘价点位是相接近的，也就是说不仅在我们的预测不仅在点位上与实际发生相接近，在走势上也相同。对，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然后收盘在194附近。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的解读说，日后如果股价能够高开高走，站上蜻蜓线的最高那将会出现上行走势。所以接下来我们先从股价的上行开始分析。那对于2月14日股价如果上行，它的第一个目标当然就是这个蜻蜓线的最高是196.3，站上会确认这个止跌信号 K 线。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站上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198到201之间。
我们取5日均线值的上限，也就是201，我们在这个地方加一条水平线作为观察。好，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把它变成红色线。好，这是股价如果继续上行的第2个目标。那我们说股价在2月14日收盘价如果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啊，将意味着这个回档成功。对，那后续呢可能会出现上涨的走势，对，或者说至少会是横盘。那在这里我们说的横盘指的是2月9日的最高214和2月13日的最低187，也就是股价如果能够在接下来的交易日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啊，除了会继续上涨以外，至少会确认这样一个横盘的区域。对，那也就是说股价再跌破这个蜻蜓线的最低啊，会有很大的阻力的。对，好，那我们继续向上说。对，那如果说站上了5日均线值，接下来向上的目标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个214。214呢，我们说它已经是超过了前面这2个高点，已经建立了头头高。那我们说股价如果继续上行，目标一定是站上214。站上214呢，那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多头的趋势会继续持续，那也就是意味着股价会继续上涨。当然，再向上就是237，包括上方的这个3号趋势线，下行的趋势线。好，那我们等股价站上214之后呢，我们再讨论上面的这些目标位。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是前高5日均线值和214。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的下行。对于2月14日股价下行的目标就是这个蜻蜓线的最低，我们下移这根水平线，这是股价下行的第1个目标。那一旦股价收盘价跌破了蜻蜓线的最低呢，我们说将瓦解这样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那也就意味着股价会继续回档。那继续回档，也就是接下来的第2个目标就是182这个水平线。182我们会看到是这一波上涨，在2月2日这根 K 线是突破了这个横盘，也就是连续4个交易日 K 线的横盘区域，突破之后的起涨 K 线。对，所以股价如果继续下行，一定是要跌破这个起涨 K 线的最低，那也就是建立底底低的这样一个空头的趋势。所以这是股价继续下行的第2个目标。那一旦股价跌破了182，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0日均线值。20均线值我们测算在2月14日是在172附近，正好是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底高上行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也在这个位置。这是股价下行的第3个目标。当然日后这个20日均线值会逐渐的提高，也会是日后股价下行的目标。对，那如果20日均线值被跌破，我们说通常它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标志，也就是在多头趋势上涨的行进中出现回档，如果收盘价跌破了20日均线值，那将会瓦解这样一个多头的趋势，将会建立空头趋势，也就是说股价会出现更为深度的回档。那对于目前股价这样的一个K 线图来说，如果跌破了20日均线值呢，我们说
它将会回补下方的这些缺口，将是它接下来的目标。当然，最终的目标它是要测试101.81的。好，那当然我们也想说，就是说在下行的过程当中，下方是有很多的支撑的。对，好，这是我们说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前低蜻蜓线，然后182，然后接下来是172 20日均线值。我们把这条水平线删除，这样可以使图形看的会清楚一些。好的，我们把这个线加回来，我们加在当日 K 线焦点，就是172这个位置。对，这样看会更加清晰和明确。好，那这是股价的上行和下行。那对于2月14日来说，在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的一个点是196.3，也就是这个蜻蜓线的最高，因为能够站上它，将意味着止跌成功，否则呢，我们说会有继续回档的可能。所以我们要关注前高196.3。当然，上方的这个5日均线值啊，它是标志着股价继续上行的一个标志。我们也加一条线，这样加一条红线。好，这是196.3，我们重点关注是这个点位。好。那这是股价的走势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我们继续来回顾，在1月17日1月17日收盘131位置有建仓，143有加仓，然后在160附近有加仓，在177.9这个地方或许有加仓，因为在当日视频我们没有给出明确的加仓建议。对，那其他的我们都是给出明确的建仓和加仓建议的。然后在2月1日的收盘，在181这个地方有加仓。或者说是我们说的所有的加仓位啊都是进场点。所以我们说这一波做多最后一个进场的点位是在181这个地方。好，那这样一路加仓上来，我们说在2月10日的收盘价跌破了5日均线值，也就是收盘在196.89，那么作为短线应该停利出场，或者至少在当日的盘后收盘价是在194.58，对，之前也应该是出场了。好，那么这是对于叫短线停利出场的，目前已经出场，在等待下一次进场的机会。好，如果在这个地方没有停利出场，那我们说是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目前还有的仓位是在守停损。守停损我们是指停止盈利的损失。那前一期视频我们说是在182，对的。那到了今天，我们将从停损位将从182要提升到187，也就是这根蜻蜓线的最低。我们说一下理由，因为刚才我们已经重复好几次了，蜻蜓线的是一个止跌信号 K 线，一旦这个最低被跌破，我们指的是收盘价，将会有新的下行的走势。所以我们对，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还会出现一根叫做下跌的实体长红 K 线。所以我们要把这个
停损的位置啊要上移到187，这样来呢，减少我们盈利的损失。对，好，那我们再次强调，是指的收盘价啊，不是指的盘中。好，那我们把这个停损提升到187，我们想再这个叫做补充说明一下，蜻蜓线的最低是187.61，我们最好是设在187，而不是187.61。对，好，那么我们这样设置的目的呢，是谨防啊，在2月14日有可能再次出现一个类似的蜻蜓线，也就是止跌的信号 K 线。比如说，它在2月14日盘中有可能最低价，如果是低开，我们认为有可能最低价会测试到183的。那然后呢，肯定它会有支撑。然后呢，收盘价有可能会收回在蜻蜓线最低的上方。那这样一来，我们是用收盘价去守这个停损位，也就是说，我们不至于被停损出场。那这样一来，再次出现止跌的信号 K 线，那一旦日后出现反弹向上呢，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不会被停损出场的。对，因为一旦出现新低啊，就是我们说的叫洗盘，就是让更多的人出场，对，然后呢股价再反弹再向上，对，好，这是我们提的多头的目前的停损。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还是多头。那对于目前已经出场的仓位呢，要准备好再进场。对，那准备好再进场。目前2月13日这根 K 线的收盘价在194.64，它是强反弹的进场点。或者说是在2月13日盘后的收盘价是在195.4，也就是如果在盘后操作的话，至少在195.4之前也是进场强反弹了。对，好，我们后面还会继续补充说，那如果在这个地方强反弹，目标位就是次日盘中的201。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在这里强反弹，一定是判断接下来交易日股价会上行的。如果上行，它一定会测试到5日均线值。那5日均线值的上限是在201附近，对，在上方，对，所以我们强反弹的目标位就是在201。或者呢，我们可以保守的说，我们放在200，也就是股价在盘中只要到达200，那即可出场，也就是抢的就是这么一个小的利润，或者说是在盘中不出场，继续持有。继续持有什么呢？就是股价一旦再继续向上的话，我们继续持有，等到可以多头加仓为止。那等到多头加仓，实际上我们如果股价后续是一个多头上涨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建立了一个部位，后续是一个加仓的过程。对，所以这样的一个强反弹呢，我们说2个可能，一个是在200附近获利出场，对，我们等待股价继续上涨，比如说站上214，或者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我们再多头进场。对，这是201出场，对，或者我们继续持有它，等待股价继续上行去加仓。那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强反弹呢，是不可以超过总仓位的5%的。也就是如果我们预计加满仓是100股的话，目前应该
这个强反弹应该是5股，对，也就是不可以超过5%。好，这样的强反弹止损位，我们要目前我们说的是止损，止损是对于亏损来说的，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的语境下，对，那止损位应该设在187，要严格遵守这个纪律，收盘价跌破187，强反弹要立刻出场。好，对，这是我们说的强反弹。那我们说再向下说，做多加仓，做多加仓在这里里面我们只是说，我们作为一个预见，如果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例如在201以上，那我们再去讨论加仓的问题。对，因为我们要看2月14日新生成的这根 K 线的线型，还要对比它的成交量，还要依据这样的一根新的 K 线和之前 K 线的关系，对，我们要经过分析之后才能说是否在这个地方加仓。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操作的建议。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在我们的频道中，空头我们不做建议，我们只是讨论，来帮助我们去做多。空头我们可以看到，在2月13日出现了蜻蜓线，实际上呢，股价下跌到低点的时候是有空头获利出场的。因为我们会看到，如果空头的部位是建立在2月9日的收盘价207，它的回补位如果设在214的话，从207一直到下方的187，这是有非常大的利润空间的。所以在2月13日股价下跌到低点的时候，一定是有空头获利出场的。对。那它一旦获利出场呢，实际上，再加上多头的力量呢，可以看到是会促进股价回升的。所以，我们认为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生成了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当然，这里边主要的主力是多头，而不是空头的回补，而不是空头的获利出场。对。那好了，那空头在这个地方有获利出场之后，我们说接下来。如果空头没有出场，那它的回补位应该是蜻蜓线的最高，或者说是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05。那这样一来呢，实际上，对不起，我在这里边还忘记了一个，不叫忘记了，就是还错过了一个点位，就是2个特别关键的标志是10均值和10日均线值和5日均线值，也就是空头如果比如说我在这个部位建立空头之后，在这个地方没有获利出场，那么它一定也是像我们一样要守停损的。那它守停损有可能就是守10日均线值是在蜻蜓线的最高这个附近，有可能会守5日均线值。对，所以一旦它守这2个位置呢，我们说股价一旦开盘是高开，再有多头的力量，那么空头被回补，更能够促使这个股价会出现向上的走势。所以呢，我们从现在的空头的操作来分析呢，是有利于后续股价继续反弹的。好，这是我们对空头的讨论。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2月14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98到201。我们把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合并，说正好是这个2条红线的区域是196到201，这是第一个压力区间。
我们会看到压力的幅度还是挺宽的。好，接下来第二个压力位是在206到207之间，它涵盖2月10日 K 线的最高和当日新生成的125日均线值。第三个压力就是214。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10日均线值啊，我们测算是在194到196之间，它是这个区域啊，涵盖了我们前一日的收盘价，所以10日均线值啊，一旦股价高开，它将会成为支撑；如果是低开呢，那10日均线值将是一个压力。那在这里我们更愿意把它放在支撑的这个位置，因为它的下限在194。对，第一个支撑194到196，第二个支撑就是前低187.6，第三个支撑是182，第四个支撑就是172，是20日均线值。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2月1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会给出2个方向，第一个是止跌反弹，它们都是有条件的。止跌反弹它将会是一个高开盘，或者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96，最高上方会到达206，收盘会收在204附近。出现这样的止跌反弹，它的条件必须是高开盘或者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9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止跌反弹到204。好，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我们说会出现止跌横盘。止跌横盘它将是低开盘，然后呢，股价最高上方会到达194，最低下方会到达184，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91附近。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还有可能是大幅的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195的。那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止跌横盘的结果。那止跌横盘呢，就如同我们在分析部分提到的，有可能在这个地方继续出现一个有新低的止跌的信号 K 线。对，好，这是第一个可能，2个方向。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小幅上涨。小幅上涨，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自己的一些定义哈。我们提到的第一个可能止跌反弹、止跌横盘，我们指的是不跌破这个蜻蜓线的最低，也就是收盘价在这个最低的上方。对，好，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说的小幅的上涨，我们指的是收盘价高于前一日的收盘价。对，小幅的上涨。那如果是小幅的上涨，它有可能是低开盘，或者说是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91，最高上方会到达199.5，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98，
这样的一个小幅的上涨呢，我们认为它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就是说它既超过了前高，又在当日5日均线值的下方。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刚刚我们说了，必须等新的 K 线出来之后，我们经过分析之后，才能考虑是否会加仓进场或者做多进场。对，所以如果出现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是比较尴尬的。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2月1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